很多小伙伴都看过我们最近关于友谊的影片，很多人都在问我们关于友谊的建议，这就是我们制作这支影片的原因。有没有小伙伴觉得自己和朋友渐行渐远？那些自己以为会永远在自己身边的人，现在却像陌生人一样。你想要保持亲密，你努力保持联系，但感觉事态是一厢情愿的，而且现在太复杂了，这让人想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友谊永远不会持久。如果这听起来很熟悉，要知道你并不孤单，这并不完全是你的错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为什么有些友谊可能不会持久，并提供如何驾驭他们的建议。沟通不畅，友谊就像任何其他关系一样，需要不断的沟通。那些长时间的沉默和不联系会削弱关系，很快造成裂痕。想象一下，你和朋友甚至几个月时间都没说过话，不是因为心烦意乱，而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生活变得非常忙碌，沉默会让主动联系变得尴尬。一次简短的通话、短信或分享一张照片来更新你的生活，这对保持他们参与你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。记住，友谊是建立在持之以恒的小但非必要的努力上的。耿耿于怀会悄悄破坏你们的友谊。比如，如果你的朋友忘记了你的生日，你没有表现出这对你有多伤害，而是忽略了他们的生日，这就会产生怨恨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些未说出口的感觉会削弱你们的关系。当朋友的行为让你感到不快时，要冷静而真诚地表达出来，而不是咄咄逼人的对抗，这表明你重视友谊，而且想要解决问题。此外，虽然宽容大度地对待朋友是件好事，因为他们也是人，但不应该容忍之前已经指出且一再重复伤害自己心理健康的行为。自我问题，当自尊心作祟时，友谊总会受到冲击。有时候我们会希望对方第一时间给自己发短信道歉，或者重新联系我们。比如，为什么我应该是那个先发短信的人呢？试着把自己的友谊置于自我之上，主动一点，尤其是在沉默了一段时间，在意见分歧之后，等待对方先采取行动，可能会让我们失去一段对彼此都很重要的关系。单方面的友谊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有小伙伴总是首先发起主动联系，安排聚会或关心对方，很容易让人感到不被珍惜。有时朋友之间会变得非常被动，这种不平衡会让人精疲力竭。有的小伙伴可能会开始怀疑友谊对他们是否和对自己一样重要，暂停你的付出，看看他们是否会回报。如果他们没有回报，是时候重新评估这段关系了，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这段友谊可能不会持久。这就引出了下一点，你降低了自己的标准，不是每个对你友善的人都是真正的朋友。有时候有的小伙伴会误认为别人的善意是真正的关心和善良，而太轻易让别人走进自己的世界了。这些关系可能看起来很好，直到自己意识到他们是建立在方便而不是相互关心的基础上。如果当你不再有用的时候，他们背叛了你的信任，或者直接消失了，这会让你质疑自己的判断，设定清晰的界限，观察别人是如何对待你的。真正的朋友会尊重你的极限，在重要的时候出现，而不仅仅是在对他们有利的时候。大家对这些有共鸣吗？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以看到更多内容并及时获悉更新呀。生活中的重大事件，诸如搬到一个新城市、结婚或换工作，这种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都会给友谊带来压力。比如，当你或你最好的朋友进入一段恋情，会花更少的时间和你在一起。反之亦然，很容易感到被冷落或疏远。与其抽离，不如试着在这些事件中保持联系。如果双方都付出了努力，那就把你们的友谊变成适应新情况的方式，比如安排一起喝咖啡的小聚或视频通话，或者给你的朋友发语音留言，告诉他们你生活中的最新进展，都可以保持牢固的联系，而不是让事态顺其自然。个人成长和改变，变化是自然的，随着一个人的成长，兴趣和价值观可能不再与自己的朋友一致，这可能很难接受，但这并不总是意味着友谊必须结束。敞开心扉支持他们，即使这意味着花更少的时间在一起。有时候成长会把大家带向不同的方向，有人可能会适应新的习惯或挑战，而朋友们却保持着熟悉的模式，试着找到共同点来保持联系。但如果这是不可能的，珍惜这些回忆，拥抱生活带我们走上的新道路。这段友谊走到了尽头，并不是所有的友谊都能天长地久。马里昂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玛丽莎·弗兰科解释说，情境朋友是指一个人在特定环境中结识的朋友，比如工作、瑜伽课
或游戏中。这种联系通常不会延伸到共享的情境之外。同事可能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愉快，或者大学朋友可能会和我们一起创造了永恒的回忆。这些联系增强了这些体验，但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消失。如果大家都愿意的话，可以通过回忆过去的时光，或者安排出去玩的时间来重燃友情。但如果自己觉得这段友谊已经走到了尽头，那就放手吧，不用感到内疚。如果有小伙伴从未有过长久的友谊，并不意味着你不配拥有他们。友谊需要双方的努力，有时仅仅是找到合适的人，保持开放，保持善良，并感谢所有付出努力留下来的朋友。今天就花点时间联系一下自己一直挂念的朋友，一条简单的信息可能就会开启重建曾以为已经失去联系的过程。需要更多关于友谊的见解吗？那么这支影片将会有所帮助。